有人敲登闻谷。登闻谷，民有大冤，敌军来犯，敲登闻谷。但凡敢敲响这冤谷之人，无论上告是真是假，都要先受30大杖，以证明自己并非诬告。那岂不是非死即伤？所以，若非真有冤情，谁都不会自寻死路。近日朝中定有大事发生。开始了。大人，你们这是要状告何人？要状告为府统帅靖安王世子萧如意，靖安王府良道监修萧瑶。大人，为我们伸冤呐！吉时到！请监国齐王殿下授靖安王世子妃册宝，宣册封旨意。罪犯萧无义、萧瑶何在？臣参见殿下。下官此次来，并非有意破坏世子妃的册封礼，只是登闻鼓响，以大业律例，需即刻扣押首犯萧世子及萧大公子。两位得罪了。放肆！今日册封礼，我看谁敢拿人？我廷尉府拿人，从来不会无凭无据。可惜粮道垮塌，死伤过千，民怨沸腾。据查，县令魏敏是世子亲手提拔的寒门，在他的家中搜出了与世子和大公子多年往来的书信及黄金1000两，更是从信中查出萧氏贪污修取款、以权谋私的证据。廷尉，儿子有罪，当爹的也应该有罪吧？抓他们俩可以，但是必须带上我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将靖安王、靖安王世子、大公子一并押入大理寺。臣领旨。命3司派员前往粮道彻查此案，若有冤，本王替他们做主；若无冤，本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。靖安王得罪了，世子，请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回来。请殿下赐册宝。请殿下嘉礼。若今设伏未稳，齐王来得早了些吧？这几日，逍遥粮道贪腐，销取买卖军资，出卖军情的罪证越查越多。不仅仅是萧家，还有不少你提拔的寒门官员也拔出萝卜带出泥。如今这健康内外已是群情激愤，要求必须严惩靖安王府，严查寒门官员。你觉得自己还有生路吗？
文熙太子。从陛下将雀骨令交还给你之日，我就确定了你的身份。从两道剑修到通体脉国，和当初安禄二世覆灭如出一辙。谢太傅为萧家定下的罪名，可真是让他费心了。你果然知道安禄之案背后的真相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太傅这次下了死手。谢家瑜动作很快，找到了伪造书信账簿之人，只是他手断了，无法作证。看在你我昔年兄弟之情，我可以留萧家满门一条心。你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。交出北府和雀骨令，写下和离书。我要你亲口告诉谢家瑜，你要与他和离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觉得可能。谢家瑜他是一个人，他的人生，他的感情，都该由他自己选择。你逼他回头，到底是因为爱他，还是因为恨我？那是谢家瑜当初自己就选错了，我只是给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罢了。李治，萧无一早就知道你的身份。若他想要你这个位置，不必等到今日。你就这么信他吗？事实就摆在那里，无论你信与不信。那若是我将你扣在此处，这些证据就毫无意义。瑶瑶，你别逼我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礼貌了。若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大不了玉石俱焚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脱下这只世子妃的符纸，离开萧无一，永远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手中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现，信是被我拿走的。我给你3日之限，若3日后我不见无一和萧家众人归来，不见大理寺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，那么这份生平秘帖，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内容，会传遍整个健康。阿茂，无论是不是世子妃，我都是谢家瑜，有没有和萧无一在一起，我都不会选择和你入宫。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过得很开心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恭喜殿下，孤何喜之有？启禀殿下，萧无一脑中的血瘀已近3年，已成痼疾。殿下放心，一旦经脉完全堵塞，便再无生路。依臣愚见，萧无一应活不过今年。放肆！
何时说过要萧无一的性命？我告诉你们，若是萧无一无法痊愈，我让你们整个太医署一起陪葬！下去。诺。如果不除掉北秦，夺回故土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。一志，这是你在逃亡剑坑途中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自己忘了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报！殿下，狱卒说，萧世子婚去之前说他没有罪可认，如果一定要认罪的话，这血写的兵书就是他的认罪书。选谢家瑜。诺。不，别选了，让谢家瑜直接去狱中接萧无一出来。诺。你输，我来写吧。奋勇阵者，好了，现在可以跟我回家了吧？将这些书稿收起来，交给齐王和尚书台。这些都是你毕生所学，你教会了他们，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？那不是正如我所愿吗？难道你不希望这大业多几个萧无一吗？你真给自己交代好。就算你想找死，也得再多撑几年。天下需要一个无坚不摧的萧无一。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无一，母亲，父亲，哥，你们，我们回家。不愧是我的儿子。哎呀，你轻点儿！他现在怎么受得了你这么拍啊？好。好，我们回家。你自知命不久矣，5年、10年，根本不够完成你心中的宏图霸业，所以你急于北府改制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读你狱中留下的兵法策论。你明知我身世，却不置一词，是因为你笃定最终我一定会认可你的想法，你也笃定我一定会北伐，是不是？
20多年过去了，多少大业移民在我大业的故土上，被北秦视作牛马奴隶，直到今日，他们还在等待着文熙太子。可30年后，40年后呢？一之，你与太傅不同，世家不思故土安于享乐，可齐王永远不会忘记齐州陷落。但我不是棋子，我李一之的生死荣辱，绝不能系于你萧无一一心之善恶。靖安王府、北府军都必须得到遏制。靠世家吗？你明明比我更清楚，世家才是大业的农庄。一之，以树育人，人必以树相待。不如换一个方式。你转得我头都快晕了。也不知道袁家子到底考了几品。放榜了！放榜啦！放榜了，几品？1品。真的？这下袁家子总算是扬眉吐气了。当了女博士，以后入朝为官，我得好好给袁家子设计一顶3冠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已入东宫，正要册封呢。颍川忠义郎何氏5房4子何元，堪定本次恩科榜首，可入太学，封博士名，定品上1品。颍川何氏5房4子何元拜首。平身。谢殿下。且慢！敢问殿下，为何钦点何元为春考1甲博士？殿下可是为论河道兼修之难与解法这一题？太傅所言正是，这道题。天下考生皆引先帝文熙月考中兼修河道之法，以木桩与柳条兼顾河堤，但何元却提出竹笼卵石之法。何元，你来说。竹笼卵石，以竹编笼，装满卵石，沉于河道之内。竹笼的韧性和卵石的重量，既能稳固河岸，又可以适应水流的冲击，此乃以柔克刚之法。不问你，你一个世家子，怎会知解法？回殿下，是有一位罪人教授于我。罪人？何元今日也把他带来了，他叫柳昭林。罪人柳昭林，参见齐王。柳昭林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太傅本想让罪人死在大理寺，是萧世子救了我。我与太傅在书局相识，太傅说你想出头就得先学会低头。我只要替他伪造靖安王府的账目，构陷王府勾结外敌，他便会给我一个入仕的机会。罪人低头了，我欺骗了晋安王府从前的世子妃，从他的手上骗取了萧氏私信，在太傅安排的上河坊3巷，整整写了3个月，伪造出了一首足以以假乱真的字。可是后来，晋安王府案发，他便杀人灭口。这竹笼卵石是我在太傅的书房中看到的，10几年来，
他一直在研究此法。晋安王府的罪状，的确是我指使柳昭陵等人伪造，而老夫的确一直在钻研烛龙卵石。但你们可知道烛龙卵石之法的由来？当年安禄二世正是用烛龙卵石来兼修河道，而此法当年却被构陷。安禄蓄意破坏河道，勾结北秦，罪以叛国之名，以至于20几年来无人用过此法。若殿下承认这烛龙卵石之法，岂不是证明维羲帝是错的，而安禄二世乃冤案？大哥，烛龙卵石的模型，萧无业，你早知我与大哥研究此法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萧无业，难道你今日要为安禄二世翻案？这样一来，恐怕文熙帝后的身后之名就保不住了。太傅如何，过去如何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河道如何兼修，如何才能让天下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，尽快打通北境粮道。若他是对的，就不该被埋没。谢家云，你可愿帮我一把？安禄叛国乃铁案，而这烛龙卵石之法，20几年无人用过，那该如何证明此法的真假对错呢？那就请今日在东宫内，让河源有一个证明的机会。臣逍遥参见殿下。罪臣逍遥参见殿下。自从河道塌方，臣夜夜不眠，幸得柳先生所授，在世子妃帮助下，至此烛龙卵石，还请殿下恩准一试。准。谢殿下。组装，注水。这笼中卵石，需选7分棱角，3分圆润者，自下而上呈漩涡状垒起。这第3枚便是关键。若是选用全圆者，水势便如溃军散影。成了，你们看，水流变慢了，房子没有倒。不知今日此情此景，可解太傅心结？殿下，今日若不教当年文帝之错，想必还会有更多百姓受水患之苦。今日，还请殿下明示。当年文帝为夺世家之权，借修渠一案构陷安禄二世通敌北秦，令大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内乱。北秦趁机南下，践踏上京。此悲剧正是文帝一手铸成，更是世家与寒门相争之祸。若不弃世家与寒门之分，不为安禄二世平反，上京悲剧必定重演。文熙帝后亦非神明，
而天下不该只有世家与寒门之分，天下更不可系于一人之身。而你们心中那个犹如神主的文熙太子，其实他早已死在了南下健康途中。传古守谕，惠安陆二世。还是没找到谢家玉的藏身之处吗？阿大将军已经率领禁军搜查了整座健康城，没有发现世子妃的踪迹。这2年推行北府改制，禁军也已脱胎换骨，能将健康城控制得如铁桶一般。可谢家玉竟还能从眼皮子底下消失，这说明谢家玉也好，萧无一也罢，健康城中肯定还有姑不知道的退路。这说明这健康城依旧不在姑的掌握之中。一城如此，一国何如？萧无一已回健康了是吧？是的。让景兰看好西月楼，看好妙手。诺。慢点儿。西月楼。怎么少了一角？这叫百鬼灯，有特殊的含义呢。什么含义？难不成还有警示之意？对啊，是有警示之意。接着喝，今夜不醉不归，怎么归？走。萧无一奸诈狡猾，就算是回来了，也断不会来我这里自投罗网。这就进了大理寺里面了。进个大理寺算不得什么。王爷、王妃还有逍遥，他们都在里面。瑶瑶，该回家了。你猜到我会来此？我还猜到你会拿萧无一声东击西。怎么，不怕我抓了他吗？你抓不住他的。是，我是没抓住他。
还让他跑了。不过，我也猜到你会趁此来劫狱。快走！走，刘姑姑。萧无义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你就跑不了了。萧无义，你放了殿下！萧无一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一心只为天下吗？林茂，明明是你欺人太甚，你明知我阿父乃是被北齐人所害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，趁机夺取北府兵权，诛灭靖安王府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这健康何时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了？你们刚才经过的暗道，还有那藏匿人群之中的高手，难道就是你们日后拿来跟孤讲道理的吗？萧无一，明日便是行刑之日，纵然你逃得过，他们仨也绝对逃不了。李茂，我对你已仁至义尽，再见面便不再留情。殿下，不必追了，有靖安王府的人在手，他势必会自投罗网。让开！世子若是迷途知返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都是大业的子民，我不想看见你们的血。萧无一，难道你眼前的此情此景，就是你所谓的一心为国吗？靖安王萧居构陷忠臣，制造冤案，累及大业国运，上京沦陷，其心当法，其罪当诛。然则你今日朗朗乾坤，杀禁军，劫法场，置国法于何？置天下公理于何？天理昭昭，国法难容。今日若不将靖安王府上下伏法，又何以服天下？何以正国纲？
林茂，你想要的，我都已经给你了，还少一样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师出有名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放了我家人。我乃当今监国，你们是想造反？陛下圣谕，朕统御万方，以昭明德，安禄冤案真相大白。靖安王萧居心怀叵测，构陷忠良。今日萧氏一门皆已伏法，特命萧无一即刻缴械认罪，务实振兴，勿使天下百姓再受战乱。北府黑旗，还不快拿下罪臣萧无一！你真以为我的北府兵会听命于你吗？那就试试。拿罪臣！这一刻很讽刺吧？你曾呕心沥血推行北府改制，甚至不惜将一人一族之私兵改为天下一国之兵，此乃何等气魄，何等胸怀！但你绝对想不到，你呕心沥血打造的北府军，总有一日会对你刀剑相向，反杀于你。韩茂，砍！放了我家人！放开我！你放！萧无一！把瑶瑶还给我！萧无一，放开我！林茂，你这个疯子，你让他们放开我！萧无一！林茂，林茂，你疯了！你放手！萧无一，这一剑算我还给你了。林茂，你疯了！杀！不要杀我爹！砍！不要！李茂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萧无一！
捉逆臣，杀叛贼。青龙偃月，保护好世子。把谢家瑜带回宫中。殿下，世子，你猜我的大侄子皇帝请你去上京做什么？你这样特别没意思呀。咱俩打了10年的仗，这人生有几个10年呢？怎么也算是朋友吧。到了本王的地盘，也不让本王尽地主之谊，请你吃一顿肉。你这绝食到连水都不喝，显得本王多不通礼数啊。得，你不说话，那我就去找你的那位侍卫聊聊去。他的伤势看着比你还重，脾气应该没你臭吧？不必在我身上白费力气了。我选择回健康，就是要赌。既然我赌输了，我不像你，是生是死我都认。不像我9丈原一战，你黑鹰军死伤惨重，北秦太后又不久病逝，你最大的倚仗没了。新君登基，你不甘心急需一场大胜，可你家小皇帝却不希望你赢，所以他才来抢人，怕你与我合谋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家小皇帝这么快就来抢人，说明你的身边也不是铁板一块啊。果然，最了解你的人并非是朋友，而是敌人。可你不比我还蠢。哎，这个李茂借你之手坐稳了朝堂，又立刻抓住机会过河拆桥，杀你父兄，夺你妻子，这样的主君，你还没有忍够吗？不如你跟我联手，你把北府军的防略告诉我，从洛州到淮西，顷刻之间就是你我的囊中之物啊！我跟你共分天下。我忠一国，而非一君。那本王答应帮你打回健康，把谢家瑜抢回来呢？再亲手砍了李茂的头颅，祭奠你的父兄如何？我本就命不久矣，荣华富贵、男女私情于我而言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没想到，堂堂文熙太子，竟然是把江山拱手让人的废物。你怎么知道？本王连这都不知，怎么敢行离间之计啊？你们往本王身边送来了一个李乐君，难道东宫殿内没有本王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李茂就是性情扁狭、优柔阴刻，就是因为你是文熙太子，他绝对不可能相信你，更不可能放任你执掌北府。就算你为他打回上京，也就是狡兔死，走狗烹的下场。好好看看，这是文熙帝战死前所穿的铠甲。当年他御驾亲征，抵挡千军万马，但他到死都没有等来你们南叶世家的援兵。这样的南叶，还值得你守护吗？对了，你离开健康的第2日，李茂下旨，萧氏叛国，废你为庶人；萧氏14岁以上全部斩首。第3日，宫中传出旨意，纳谢家瑜为齐王侧妃。谢氏以死相逼，被齐王用镣铐锁在东宫殿内。婚仪明日进行。
北秦犬戎以豺狼之性，窃据中原，掠我国土20余载，践踏上京，9重宫阙，夜无河洛，万里听鸣。今铁甲精秋，阴破彻夜，王师蓄锐已足，国旗献战者方万户。殿下，没回音怎么办？继续叫阵。继续叫阵！殿下，那边出了个人。乐君，你哥哥就在对面，他来接你了。去吧。穆莲瑜，我不后悔到北秦来，也不后悔嫁给你。从我踏上北秦土地的这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只是下辈子，我们就别再相遇了。齐王，看清楚了是谁！放了我妹妹！你若舍得拿陆阳城换你妹妹一命，本王立马放人。世子，毁誉夺权之仇，灭门夺妻之恨，是时候要报了。萧无一，你这个叛徒！要杀便杀，我李乐君绝不回头。无义，不可！等等，给厉茂3支箭的机会，我倒要看看他舍不舍得他妹妹一命。北府的将士们，萧无义已叛国，投降北秦。他不再是你们的统帅，他是叛徒。李乐君，萧世子，别来无恙。你不是被鹰王软禁起来了吗？我早已服下剧毒，死期将至，还有什么好关的？什么？萧无义，我来是想求你一件事。明日两军阵前，能不能别让我死在北秦人手里？我希望你能亲手杀了我。理由？我本就欠家羽一条命，由你拿去，我认。殿下，殿下不可！莫非这一切都是鹰王在试探无义？若无义不在两军阵前射杀李乐君，那无义就会彻底暴露，一切计划也会功亏一篑。大人，
士们，我阿兄从小就告诉我，大业清兵都为大业国土和百姓而战。我早就已经服下了毒药，早晚都是一死。可我是大业的平民县主，我的父王、母妃、兄弟姊妹，数人皆是死于北秦人之手。李乐君无论如何也不能死在北秦人手里。这些并不是你全部的真话吧？是，还有第3个理由。救我一命，为大业而死，该死的去死！北府军的将士们，李茂杀我父母，夺我妻子，实乃滔天之恨。燕王已许诺孤上京都城，若尔等投降，日后重返，定加官进爵。若不肯投降者，他日战场再见，不必手下留情。秦王殿下，妹妹这一生都在为你牺牲，你都不愿意拿一座城换她一命吗？殿下这些年一直藏着南叶监国的亲妹妹，该让陛下如何相信您的忠心呢？世子，小无义，殿下，我的哥哥，若想成为真正的帝王，就必须摆脱你的掣肘。不仅是北府军权，还有心和情感。我曾以为你对我哥哥只是把他当作夺权的垫脚石，可如今看来，你对自己比对旁人还要狠，也更加不在乎文熙太子这个身份。你这样的人没有弱点，是神是魔只在一念之间。可若是有一天，你们走到岔路口，我的哥哥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真的相信他，就请允许他真正的成为你的对手。
刘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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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兄来晚了。是这里，是我。刘军，我想回家。刘军，刘军。刘军，小野，哥哥，我好累。阎王对我很好，他早就知道我是安澜，却还是真心想给我安稳的后半生，我却不能报之以真心。齐王府的深仇大恨，爱不得恨不得，一旦两国交战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逃来的这3年，今日我一定还给家约了。有我一命，萧无一应该可以得到北京的信任。这是不是也算赎完在崔俊犯下的罪了？就允许我用这条命。殿下，此地四面环山，仅有东北方一条小路。若北府军阻断此路，此地乃是绝境。这张舆图虽然是真的，但恐萧世子另有图谋。传令，一切如常。诱敌，诺。看来殿下从未相信过我。我当真演得这么差吗？世子演得很好。可惜本王不爱看戏，要说世子造反，我信；世子投靠北秦，就算演得再好，我都不会信的。我的人都到了，今日就是北府的死期。他们都没有死，就这人死，也只会死在战场上，怎会死于你的陷害？所以从一开始都是假的。北府儿郎，无印，接着！萧无一，你输了。今日的定风坡，就是你与北府军的葬身之地。谁输谁赢，谁生谁死，还不一定呢。陛下的大军到了！
听我，你怎么能逃呢？这场仗才刚刚开始。难道你一时入局，为的不是我，而是……你以为齐王不肯让我独揽军功，那你家小皇帝会放过你这样的权臣吗？如今你我两败俱伤，他便是渔翁得利，可他岂知自己才是真正的一条鱼？烧断了所有逃出地府坡的路。萧无一看出了我与陛下不睦，你深入局就是为了引陛下出手，在电风坡群歼我大秦主力。他萧家父子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，今日就是死，我要亲手杀了你！哥！我等。别回头，走！父亲。可以答应你的计划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你活着。有志之人宽恕，殉道之人求死。萧无影，只好为我弹手，可好？对不起了，瑶瑶。
都不要了吗？你这样的人，永远不知我此生为何而战。小无义，小无义，是大公子。大公子，还有七喜，世子呢？你要上战场，就要配最好的马，他能带你回家呢。小无义，世子，世子！小无义。小无义，你的乌金剑我收下了。瑶瑶，你说你的一生都在学习告别，无一亦如此。父母皆亡，家国沦丧，民信使命强加于身，立天地，晓世情，复恩义。此生所得皆所求，所得亦非所求，既无人能怨，亦无处可恨。天道无情，血沃中原，妇孺成疾。纵凡人之身，甘为己量，重铸山河。瑶瑶，你既承诺，无论将来谁再来抢，我都绝不会再放你走。但3个月太短了，3年好不好？你就不能说你再努力一点，争取不死？好。小无义，小无义。这往哪儿走啊？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靖安王世子妃，是陛下请我过来的，要不你去问问他。不敢，见过世子妃。广阳门怎么走？装神弄鬼，先上战场试试。
大统领，你怎么了？无妨，旧伤。死伦常，理之自然，都伤成这样了还没死，这世间到底有什么让他这般贪恋？请神医救救我弟！听闻神医有起死回生之能，如今只有你能救我弟弟了。那不是起死回生，那是根本就没死透。等等，神医，如今无疑尚有气息。先生曾允诺冒3命。请先生兑现最后一诺。若要我救，须先置之死地，便是开膛破肚，即使救活，也会丧失记忆。是生是死，皆是天命。我信天道怜他。放心吧，谢家瑜不会有事的，他也绝对不会背叛大业。你马上要去北境了，还缺一件趁手的兵器。健康的妙手能造世间万物，不妨试试。陈灵旨。妙手。为何会画出此剑？夏无义没有死，是不是？他到底在哪儿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下去。诺。小无义，让我做你最坚强的后盾，我与你同路。小无义，我不仅想与你同路，我更想与你同归。世界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若我能抛开这颗心，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苍穹周边，冥冥将我撕裂，却毁不掉一颗思念。大山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却。我不怕这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世界，只想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理解，至死甘愿。我只盼这人间真切灭点。把瑶瑶还给我！小无义，小无义，夫妻同命，我只让你活着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小无义也不算白活。山谷有地风，地面之下有溶洞。萧无义重伤时，恰好坠入了地洞，死路反成了生路。只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，他几乎没了气息。当时你找人找的心力交瘁，高烧不退，自己病得半条命都快没了，我该如何告诉你？
况且那神医的治法也太奇诡可怖。我和逍遥都没抱希望，与其让你知道他是被人开膛开颅而死的，我想他更愿意让你以为他死时仍是个英雄。不会的，是我要他为我摊上，是我让他最后为我撑了一口气。即使他最后撑不住，我也不管他。他到底什么时候醒过来的3个月前，他回了健康，我立刻去信给逍遥。洪州即将进入汛期，他主治休去回不来。后来又跟我说，既然人已经活过来了，晚点见也无妨，让我立刻去寻你。可我知你不愿听健康消息，便通过妙手传信，结果你还是没有回来。若不是北齐小皇帝正好死了，终于让你有个理由回来，否则我还真得派人去把你抓回来了。面具是怎么回事？如今萧无一武功尽失，还执意要去北境。一个死而复生，又失去记忆的萧无一，北齐暗探会如何对付他？这军中知道萧无一的人不少，我可不希望他想起一切之前节外生枝。瑶瑶啊，你是他的世子妃，也是他的妻。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你们自己定。阿茂，谢谢你。是萧无一。坏的迟了些，你不怪我吗？不怪你。从老天手里抢回一条命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在许愿树下拿到此物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去北京。有人在北京等我呢，我绝不能失约。谢佳玉，
你已在祈福树下许了我3生，你可不许反悔啊！绝不背叛，3生无悔。掐我，老害亲夫啊！放心，不是梦。